前段时间的视频里，咱们讲过，香港是欧洲与澳洲空中航线上的最佳中转地。由于偏居世界一隅，距离遥远，在过去的100多年里，悉尼一直无法直航伦敦，中间必须要歇脚。近半个多世纪来，香港在欧澳的空中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中转作用。当时有朋友说，新加坡、中东和土耳其等地的地理位置更好，更有优势啊。这个理解其实不准确，因为从地理位置来说，由于地球是圆的，而我们平常所见的地图是投影到平面生成的，所以从悉尼飞往伦敦的话，地图上看似的直线，也就是经停新加坡、迪拜或者是土耳其，反而更远更绕道，而香港真真切切的就在航路上，说它是最佳中转地一点也不夸张。早期的民航客机飞不远，澳洲航空的 DC-4 需要沿印尼、新加坡、印度、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才能到达英国。但自从1959年引入波音707之后，这种情况大大改观。波音707的最大航程接近1万公里，可以从香港直接飞到欧洲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香港就成为了英国与澳洲最佳的中转地。香港之所以成为最佳中转地，除了地理因素，还在于它的文化背景。由于历史原因，香港与澳大利亚等英联邦成员的文化元素比较相近，甚至英镑和澳元早期也曾经可以在香港使用，而且香港的英语普及率高，欧澳旅客到了这里沟通几乎没有障碍，也非常的方便。香港成为欧洲与澳洲的最佳中转地，还在于它的开放和包容。香港是包容性的国际大都市，可以跑马，可以品茶，也可以体会各国的美食。许多东南亚人在香港谋生，香港交融了东西方文化，基督教、道教、佛教和穆斯林在这里都能友好相处，五彩缤纷。回归祖国之后，香港的经济继续高速增长，成为了更加繁华的国际大都市。因此，澳洲航空、英国航空、法国航空、美国、非洲等各国航空公司都有航班飞往这里，旅客转机极为方便。澳洲前往欧洲的航程太长了，在这里落脚休息，无论是片刻还是一周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享受。现在受俄罗斯空域等因素的影响，欧澳航线南移，香港暂时不如新加坡或者是中东有优势了，客流较鼎盛时期有所回落，许多航空公司的空客 A380 也都不见了踪影。而新加坡借助向中国开放免签等措施，吸引了大量的转机乘客，航班量飞速上升。但是俄乌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，新加坡对中国的免签政策目前看也还是阶段性的，并且香港也不会甘于沉沦。香港的区位优势是无法改变的。现在香港机场的货运依然繁忙，它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航空货运基地，多年稳居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榜首。所以等待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时候，相信它还会回到顶流，重新担当起欧洲与澳洲之间的最佳转机点。朋友们，你们认为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